Hello， 大家好，今天是4月2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变盘 K 线出现，4月大涨行情下第二次的左侧衰跌点，这次会是本次上涨以来首次的回调高点吗？在指数高位震荡下，有些个股却出现了启动买点。微软，阿哲认为还是中期底部行情，和1个月前的观点一致。如果财报前后有机会，还是一样逢低可以买入。APP 短线回调止跌，这个买点可以持续关注。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19期的视频。那么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在第一部分还是要看到有关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分析。那么阿哲会讲一下之前我们的一些观点的回顾，或者说知识点的一个回顾。通过市场的颜色变换以及汤姆迪马克先生的左侧技术，这个地方为什么可以定义为左侧的衰跌点，以及我们之前所讲过的一些开空的计划，在周一的时候直播讲过的。第二部分会讲到，如果是做趋势交易，当前这种强势上涨之后，我们第二次的买卖点，以及日内短线15分钟又应该怎么用右侧去做交易。最后会看到今天日内容易出现高低点变盘的一个时间窗口，这是第一部分有关于指数的分析。而在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会讲到个股的分析。那么个股方面有一些修正，我们上期视频有同学在评论区的留言，阿哲呢根据留言进行了一些个股方面的修整。那么同样会看到是特斯拉、英伟达和比特币。而后第三部分会讲到科位、谷歌、微软、MSTR、Circle、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RKLB、台积电、Coin、美光、亚马逊、AOI、LITE 以及 SOFI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今天的内容依旧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因为我们视频当中的内容会偏多，目录当中可以看到有比较多的标的，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如果您不是一位特别喜欢观看长视频，这也知道不是每一只个股您都特别的需要去了解，也把很多的内容都一个个的写成了时间轴。大家可以在下方根据时间轴去跳转，去优先观看您最想要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即可。希望这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不过阿哲有一个唯一的建议，就是第一部分是不要跳过的，因为对于指数来讲，它的分析会比个股更加重要。大部分个股会跟随指数的一个运动而波动，除了少部分个股可能会有独立行情。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一部分，叫做观点的回顾。我们先看到目前纳指的日线图表。我们在上期的视频讲过一个阴阳交错的变盘点，目前也在周一的时候如期出现。那么什么叫做阴阳交错变盘？如果市场出现了颜色的反复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今天是阴线，第二天是阳线，叫做阴阳的交错，2天颜色是相反的。而这种行为如果持续1天、2天、3天、4天，那么这个节奏就说明它在颜色上形成了一个平衡。当这种平衡被打破，被回归正常的时候，它容易产生一个变盘 K 线。那么这种方式我们是多次识别到市场的一个高点和低点。目前我们所看的图表当中，这种带有黄色标记的一个 K 线都是被打破规律后所产生的变盘 K 线。当然这种打破如果是新同学可能还无法去特别好的识别到。比如说这里是阴线、阳线、阴线、阳线，是吧？它有两组这种颜色相反的 K 线。好，一旦产生之后，我们就只要同时出现2根同色颜色，一般来讲就是打破规律了。你会发现这里就出现了2根阴线，那这个时候这根阴线最后一根 K 线，它就是打破规律的变盘 K 线。正常的逻辑来讲，变盘的意思有2种，市场上涨时的变盘往往7、8成是高点变盘，市场如果下跌的变盘大概率是低点变盘，小概率是延续之前的方向走上涨，甚至有时候会出现更小概率的加速行情。所以我们在遇到变盘 K 线时，会默认为它大概率走的是转折，小概率走的是加速。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如果是下跌遇到变盘点，往往容易是一个低点；上涨遇到变盘，往往是一个高点；上涨遇到容易是高点。所以大部分上涨遇到的都是高点，下跌遇到的都是低点。除了小部分情况，比如说这一个上涨遇到的它是一个低点，那又比如说最近所看到的中途出现的变盘点，它也不是高点，它是一个继续的上涨点。所以这是一个小概率和大概率事件。那么对于这种大小概率的情况，我们依旧可以有2种应对的方式。第一种就是不管如何，反正我就按大概率去做。市场出现变盘点是上涨的，我就高抛；市场走势是上行，
出现的变盘我就高抛，如果是下跌遇到变盘点我就低吸，我就买入。这种是左侧的，相对来讲是只做大概率，不是小概率。另外一种我更希望不是概率问题，而是能够更加确定的做好我的交易和我的分析。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用一些确认的手段来去佐证，比如说当市场产生这种变盘 K 线的时候，我希望如果它是低点后续看涨，它应该要有一根明确的阳线把它给突破，这样我才去看涨。否则哪怕是下跌时出现，我也尽可能先观察，而不是直接去买进。那假如市场它就是变盘点之后，哪怕是一个相对低位，它还是往下跌破，那我就依旧还是看空的。当市场哪怕是一个高位出现了变盘点，哪怕是上涨，它只要还在突破还是上涨，那么我就依旧还是看多的。所以这是两种的应对方案，现在也同样可以去这么去看。不过这里补充一个情况，在确认的时候，它有时候也会出现假突破和假跌破的一种情况，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当时这里是出现了一个突破，再跌破，所以它是上涨时出现的变盘高点，但后续却是延续上涨，所以它有时候会有一些错位。这个突破之后，如果你做多看多，而后又往下快速的跌回来，一般这种情况就要快速的反应过来，它是一个假突破，还是维持高点判断。包括曾经的这个地方，在临近的低点出现了下跌变盘低点之后，市场是走了一波反弹，到这根 K 线的时候，它是一个变盘点，而市场还是往上突破了。但突破的第二天又往下跌回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明白，它这里只是一个误差，只是一个假突破。那么在再次跌破的时候，就要注意这是一个高点变盘，除非它在突破之后反而能够形成一个支撑，市场虽然有回踩，但没有快速的跌回来，那这个时候依旧可以维持它这个变盘点不是高点，而是延续上涨。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一个市场，从趋势的角度，目前是一个高点的变盘概率是极大的，7、8成。好，那么这里用判定方法，有右侧的一个判定方法，就是市场它要跌破这根 K 线，而后短期不能快速涨上。如果涨上，就说明是假跌破。好，只要维持跌破这根 K 线，维持以它为压力，或者说往上是压力，就依旧判定这个地方的变盘点为高点。而偏左侧的做法就跟之前这一个点位是一样的，市场上涨遇到它，我不管3721先做减仓，而后再关注它是否会跌破，不跌破就维持现有仓位，再出现我再减仓，它如果跌破我就把之前还有的筹码清掉。所以左侧和右侧可以相互的去结合应用，如果单一用一侧也是可以的，但你要接受它所产生的一些状况，但是你要接受单纯一侧的交易所产生的一些好和坏的地方。左侧的好在于它一般会在上涨时就可以达到卖点，不好的在于它有时候卖可能会卖在半山腰，可能会卖飞，这是单纯右左侧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右侧感觉挺好，有时候低点可以一直拿着，是吧？不破我就拿着，不破我就拿了。但有个问题，很多时候在它确定的时候，市场的行情可能已经走过了，特别是像这个地方，按照左侧低点变盘出现变盘低点的时候，市场告诉我们应该是买入。而如果右侧的话，可能应该是到这个加速的地方才开始去建仓去买进。当这个高点出现的时候，左侧告诉我们应该卖股票。如果你单纯走右侧，那么跌破的时候已经快速被套牢，所以这个地方用左侧才卖得掉，右侧卖的时候其实已经晚了。包括这个地方也是的，左侧这个高点可以卖掉，但右侧必须得等到这一个位置的收盘才有可能卖得掉。所以左右侧之间有好有坏，看大家的选择。想要更好的去卖出，那么就用左侧；如果想要更好的把握后续行情，不想要被洗盘出去，那你也可以坚持用右侧的行情。像这一波上涨行情当中，如果你是坚持右侧，单纯走右侧，其实你到目前为止一次减仓机会都没有。所以对于左右侧有这么一个区分的一个方案，大家按照自己的一个风格去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叫做 TD 的组合，目前从技术来讲，它已经到了一个13了。TD 组合是在九转产生之后的第二个衰竭点。那么汤姆·迪马克先生他在认识和使用九转的时候，他在发现和使用九转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个九转它不可能限制每一个高点和低点的产生，不是每一次的下跌到9和上涨到9都会产生高点和低点，很多时候它会直接越过去。那如果越过去，说明这个九转的地方它并没有衰竭。那么汤姆·迪马克先生呢，以此界定第二个衰竭，就是组合和技术13。它有2种13的技术方案，应对不同的一个场合，我们在周一的公开直播课程当中讲的可能会比较详细一点。那像现在它就是其中的一种组合13的一个技术方式已经达到，另外的一种技术方式正常来讲是不会同时达到的。我们来看到另外一种技术方式，它目前的一个技术是到9的地方。好，所以在左侧的地方，除了9会产生第一次的衰竭判断要去确认之外，
第二次就是组合的一个13，当然它有时候会有另外的一个技术13会提前出现，这两个13它不一定会每次都同时出现，有时候会出现技术13，有时候会出现组合13。这一次技术13没有出现，组合13出现了。而像上一次市场当中的高点是技术13出现了，组合13没出现，所以它不是每一次都会出现这个13，而有时候出现只会出现单一的13，很少会出现两个13都在一波行情当中产生。我们再回归我们周一所讲过的一个做空区间，当前对于第二次的下跌点，阿哲这边所设定的一个误差区间，因为左侧会有一个误差的范围跟右侧不太一样，左侧很多时候是越是上涨，在误差区间之内越靠近上边缘极值的时候会仓位更大，而相对来讲在误差范围之外所设立的左侧仓位会偏低一点。阿哲目前所设置的仓位，因为昨天以为13上涨会达到24,919的地方，不过它最后没有涨到。好，这里应该下边沿要往下扩一下，应该放在13号 K 线昨天收盘价的地方，往上看是25,292，所以当前是昨天收盘到25,292的地方为一个市场到了左侧下跌点的误差值，大概有1.5%的一个空间作为一个误差值。市场在这个区间之内越往上涨，越靠近25,292这一个压力区间，那么空单可以放置越多。左侧交易是越往上走空单越多，越往下走所布局的多单要越多，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加仓的一个仓位管控。跟右侧反过来，右侧正常趋势做交易应该是越往上仓位越少，越往下去做空也是仓位越少。每次反弹的时候所设计的空单的仓位也是会越往下越是减少，所以左右侧它的交易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仓位分配也完全不一样。所以左侧这个区间之内越往上靠近，空单是要放置越多。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纯粹的目前的指数方面的右侧交易。右侧交易只要讲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15分钟，一个部分是日线的。我们先讲一下15分钟小级别的，很多同学可能对于这个日内怎么看也是当前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日内的一个右侧很多时候在日线上其实是左侧。如果你是觉得刚才所讲的左侧太过于提前，其实做日内的一个右侧也算是对于日线的左侧的一个补充。我们看到15分钟的一个图表，那么在图表当中，因为我们要做右侧，所以阿哲需要借助一些趋势类的指标。我们来看到这一个阿哲平时经常用到的上海趋势图。这个上海趋势图，只要您是阿哲频道的订阅粉的同学，应该都有用过，因为您只要是订阅了阿哲频道，都可以去安装这个指标。稍后阿哲会告诉大家，如果您是新同学怎么去装的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先学一下怎么用。首先，这个指标有一个相对的趋势的研判的作用。图中有一个白色线，这个白色线则称为龙门线，是这个上海趋势图当中最核心的其中一个指标，因为它分辨的是一个中长线的趋势。如果做趋势交易，不管是哪个图表，中长线往往是大的一个方向，也是道氏理论当中对于主要趋势方向的一个判定。所以市场在这个图表当中是15分钟的纳斯达克指数，它的龙门线如果是向下的，说明本级别图表处于一个熊市环境；而如果它的龙门线是向上的，说明本级别图表属于一个牛市的环境。所以当前的一个市场已经在市场日线走出低点启动到现在，已经是一个龙门线稳定向上了。所以目前在15分钟是一个很明确的牛市的一个日内环境。好，这种环境之下，如果它要被打破，那必然是得要回归什么？回归之前2月份下跌的这种节奏，龙门线基本上是向下的，每次反弹龙门线都是向下的，基本上龙门线长时间保持向下，这个时候就说明在日线级别的右侧它是走得很明显的空头。所以当前我们要去判定市场是否会见到高点，是否会开始回调，它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相对无脑的一个右侧的判定方式，就是把龙门线给跌破，而后站不上龙门线。在日内属于右侧，但在日线其实是偏左侧的一个出现的，但是在日线上其实还是蛮左侧的。好，所以目前为止，市场对于我们龙门线的一个回踩，在日内15分钟其实就只有2次，这一个回踩是很特殊的一种动作。在个股上，我们后续的交易当中也会频繁讲到这种对于龙门线的一个频繁的回踩。像之前我们讲过，类似于谷歌最近的这种交易机会，是不是我们当时提到对于龙门线的一个回踩？不管是哪个图表，只要上海趋势图打开之后，龙门线是向上的，那么它对于龙门线附近的一个回踩，都是我们所认为的宝贵的交易机会。包括之前所讲的 AMD 也是用这种方式去把握到的这波行情。
市场在龙门线上，只要它的主趋势向上的，那么只要它来到龙门线附近，它就有机会是一个主趋势向上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中期回调的底部行情。所以不管是 AMD 还是谷歌，至少通过这个龙门线，我们是可以知道这个区间是安全的。所以回归到我们刚才所讲的纳斯达克指数也是一样，我们通过15分钟也是这么可以看到这个规律，就是龙门线的地方，只要它是向上的，对于龙门线的回踩不跌破，它是一个无效跌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趋势上的一个看涨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它没有跌破，所以当下按照阿哲昨天的盘前广播的提醒也是一样的，市场当中如果跌破龙门线，而后无法支撑得住，那么这种动作在15分钟产生的时候，其实就说明它是一个日内右侧走弱的一个右侧的判定，日线上可能还没有走右。所以我们来看到当前15分钟的一个龙门线的数值在24552.02，所以这个价格大家可以记一下。当然，大家如果去安装了上海趋势图，你也可以盘中去看。大家装了之后，一般是手机版本的，盘中波动的时候，你都可以用这个去看一下。我们再看到日线上，日线上其实它的龙门线就一直是向上的。所以目前的美股依旧处于一个很右侧的牛市行情当中。那么这种情况下，很难去每次都在龙门线附近出现很漂亮的回踩行情。你每等一次可能要等几年，是吧？之前这个地方是有踩过龙门线，这里出现踩过龙门线，像这个地方踩过龙门线，后面你要再找到很标准的，其实就比较难了，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般看的就是飘带做日内的波段短线了。这个标带是跟龙门线不一样的级别，龙门线是中长线的，飘带是中短线的。飘带如果是紫色的，说明它是一个趋势中短线波动看涨，就一个是中长线看涨，一个是波段看涨。那么逻辑是一样的，只要它的飘带是一个紫色的，就类似于龙门线是向上的，所以目前的飘带也是紫色的。那作为右侧来讲，我们的交易机会怎么看？如果你刚才理解阿哲的意思，你会知道，如果15分钟回踩到龙门线这个地方，它还是能够撑得住止跌，类似还是出现白色 K 线反包突破、蓝色 K 线等等，那其实这是不是下一次的做日内的同学可以关注的一个交易点，多头的拐点？当然它跌破反抽不过，那就是空方的点。在我们的日线上就不是看龙门线，你就可以先看这个飘带，飘带只要是紫色的波段看涨，那它就会形成一个中期波段的支撑。那市场只要对于波段的支撑点有一个回踩确认，是止跌有效，那么基本上这种地方就是一个顺势的做多点。因为从趋势行情纯粹的右侧交易来讲，目前是不存在积极做空的一个观点的，因为它是一个紫色飘带龙门线之上，哪怕你做空，你也只是短空，甚至是日内的空头，因为空间最多我们第一波也就看到飘带之上就会产生支撑的一个效果，甚至是缺口附近是要产生支撑的效果，所以空方只能说首次做是短空，甚至右侧来讲是不存在做空的一个机会，因为右侧更多关注的是回踩飘带的机会。那么日线上的支撑飘带，一个是缺口第一个支撑，第二个支撑是飘带上沿23887.19作为支撑，所以这个区间附近是作为空方的首要的目标，以及多头下来之后所关注的二次回踩的机会。一旦产生止跌机会，那我们可以认为趋势容易延续，而后看涨。而这一种买点是属于趋势行情当中比较好的首次回踩买点，不管是哪一次的调整之后，它都会出现，包括这一波的由下跌调整结束走出上涨，是不是也是一波强的上涨？但是它总会出现这种回踩买点，是吧？而且它往往不止一次回踩，它会有多次回踩。只要这波行情没有结束，那它总会出现。市场只要是对于一个调整的结束，那么它总会出现二次的回踩买点以及再次的回踩买点。一波正常的美股的牛市波段，它会有多次的回踩，包括这一次，但是它这一次踩得太深了，它踩到龙门线了，这一次它是回踩的，这一次它也是回踩的，包括这一次它也是回踩的。所以我们当下对于空方来讲是短空，是对于飘带首次的冲击看一下它的力度；对于多头来讲，就是关注这一次左侧衰竭之后回踩飘带它的止跌的一个情况。一旦有明确止跌，那么将是二次的趋势交易点。那么以上是对于我们前置观点的回顾，这个左侧空单的设立以及右侧交易时刻的辨别。15分钟有右侧的空头风险，还有右侧多头机会的区间跟龙门线挂钩，而在日线上可以关注飘带附近的一个二次多头机会，这是每一次遇到趋势反转时都可以去关注的。那么希望我们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讲到的左侧和右侧，大家能够去了解，去进行吸收。
也希望这2部分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是老同学，那么听到这里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您宝贵的点赞。那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宽裕，也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评论，也或者是建议，阿哲看到也会非常开心。当然，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阿哲希望大家在点赞评论的同时，也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就会显示一个已订阅的图样，就说明你已经成为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那未来我们可以持续学习技术分析和了解美股市场行情分析。而如果你觉得阿哲视频你想每一期都能够准时的收到通知，想要每期都不错过观看，也可以把订阅之后的下方的全部铃铛都点开，这样阿哲每期视频更新的时候会第一时间通知各位，您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期视频了。而对于第一次相见，您就可以点击订阅阿哲同学。我们对于新同学都有一个见面礼，那么对于新同学，我们会有4重见面礼。刚才所讲到的上海趋势图就是一个礼物，您只要订阅阿哲，那么都可以找助教去领取。关于怎么去使用上海趋势图表，那么我们会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也反复的去教大家怎么去用，每期视频也基本都会讲到。对于您手中个股，如果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阿哲又在视频当中没有讲到的，您在安装好这个指标之后，都可以按照刚才所讲的右侧分析的一个逻辑，去看一下您手中个股是否存在一些买点或者说卖点。那么在订阅阿哲之后，怎么去安装这个指标呢？很简单，在成为订阅粉丝观众之后，您看一下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在卡片当中，阿哲放置了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只要点击后找到助教，跟他说您是订阅粉丝同学，他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安装这个上海趋势图。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叫日内变盘点。日内变盘点就跟刚才的阴阳交错变盘点有点类似，但是阴阳交错它算是一个不一定每次都出现，它是一个偏不太具有规律性的一个内容，并且它往往用于日线。而像日内变盘点是每天都有的一个。像日内变盘点是阿哲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给到大家的一个时间窗口，在这个窗口当中，是阿哲认为纳斯达克指数15分钟在今天盘中容易出现拐点的一些时间点。您只要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这也是另外一重福利，找到助教也同样可以领取。每天盘前阿哲都会写给大家这个变盘点位，像最近的4月24号的盘前，我们讲过的2个变盘点，一个是10点半，一个是2点。当然，这个是阿哲的香港时间，大家如果不在同个时区，记得换算一下时间。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10点半是一个上涨后的回调低点，在2点的时候是一个高位震荡之后的一个高点附近。在4月27号的盘前，昨天盘中是9点45，还有2点是变盘点。那9点45是开盘的第一根 K 线，在最低点左边误差一根 K 线，最低点其实是10点的时候，那价格在低点变盘附近产生了一个上涨。然后到2点附近又再次出现了一个震荡，所以这是变盘点附近的一个窗口。那么这个窗口对于日线交易的同学，大家也可以做一个重点的关注。如果你是做波段交易的，那你要关注的是整体的一个变盘的方向。像目前的市场处于一个低点变盘之后就能够新高，低点变盘之后会有单边的上涨阳线，而高点变盘是一个震荡微调，这种多头环境代表日内目前还是多方强势行情，所以最快走弱的一种表现将会是某一个高点变盘开始破掉之前的低点，比如说2点为高点变盘，那今天的变盘点之前如果是下跌破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意味着开始走弱，而后再关注15分钟的龙门线，到时候的情况是否支撑得住即可。而假如还是保持着2点高点变盘走震荡走回调，而后下一个变盘点能够新高，这种情况下说明多头在日内的变盘点上还是一个看涨的，直到有某一个变盘高点是大跌，某一个变盘低点是反弹，这个时候其实空方将再次在日内抢夺先机，再次有个优势。就像之前这些变盘点，当市场出现反复的高点变盘，并且变盘点之后有破底行为，以及低点之后它没有反弹过高，再次出现高点变盘，那这种行为一般来讲就会对龙门线进行回撤了，一般来讲就会有一个日内比较强势的空方的一个产生。这个是我们在做日内变盘观察的时候可以去分析，可以去跟踪的，盘中看哪些点位时间变盘点附近是重要观察的。那么今天的第一个变盘点是10点半的时候，这个时间大家可以记一下。10点半的 K 线大家关注，如果它是下跌时产生，大概率是变盘低点；上涨时出现，大概率是变盘高点。这个变盘点的使用逻辑和观察的一个内容，其实和阴阳交错模型是类似的，只是周期上一个是日线，一个是日内，仅此而已。
所以今天第一个变盘点10点半时，大家可以多看看纳斯达克指数附近的走势，往往容易产生高点和日内的低点。当然，每天的变盘点呢，一般会有2到3个，其他的变盘点阿哲会在盘前写在行情广播当中，供大家去进行阅读。所以，如果您是我们的新同学，首次订阅阿哲频道，那么会有4重福利，大家记得呢，在订阅之后及时找助教去领取。那么这里阿哲再总结一下，就这4重福利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刚才所讲的上海趋势图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是盘前的广播，在里面有个股解析，有指数的分析，还有一些日内变盘点的一些解析，以及在第3和第4重福利当中是我们的一些内部的直播课程。不过本周只有技术分析的课程，所以本周大家主要学习的是技术分析的进阶知识。大家在点击订阅阿哲之后，右上角弹窗小卡片找到助教，您除了拿我们的一个上海趋势图指标以及盘前广播之外，在本周还可以参与香港时间周2到周5早上10点的一个内部的课程，找到助教去报名即可。那我们看一下本周的一个课表，本周会讲到趋势转折，在这种变盘时刻窗口附近，我们怎么去做好个股的分析，以及指数目前环境的一个布局。在周2、周3、周4、周5都会讲到趋势的启动、趋势强弱、趋势衰减和趋势变盘这4部分内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阿哲也同时把助教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放在了评论区置顶链接当中，大家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也可以找到助教老师，这2种方式都是 OK 的，当然前提您得要先订阅了阿哲频道才可以。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个股解析内容了。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我们看到特斯拉目前的一个图表，特斯拉在跌破我们今天所讲到的短线的防守位 381.8 之后，它出现了一个震荡，昨天波动是比较大的，盘中甚至跌到了3个点，但是最后还是拉回来，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说明它有一个日内洗盘的可能性，但它的一个整体高点还是在降低的，大家要注意了，低点目前还在创新低，所以日内短线来说依旧还是一个下跌的波段，这种情况下又跌破了压力位，这种情况下又跌破了一个支撑位，所以它在没有涨上来之前，阿哲认为做短线多头有一点风险，偏左侧，所以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看右侧，先站回之前的 381.8 这个支撑之上，再去说买进的一个事情。如果延续下跌，就要看一下 352.42 这个地方是中期的支撑，这一点一般是不要破的，如果破了，正常前面低点它应该也会顺势破掉，这个之前所讲的中期支撑点就不太好了。所以目前特斯拉阿哲认为和微软是一样的，也是在一个中期支撑区域附近产生了一波左侧的上涨，但左侧上涨之后的调整力度特斯拉强了一点，微软至少目前是走震荡，所以特斯拉目前调的力度强了一些，不太好，它又把这个通道给跌破了，如果跌破之后反抽站不上，它就容易再次挑战之前下沿这里，那就容易走弱，所以特斯拉最好还是做右侧，这里的左侧还偏弱，左侧直接进场风险性大一点。而这个右侧从裸 K 的角度来，从 K 线的角度来看，你可以以此作为运线，等待收阳站上运线之上，这个买点是不错的。如果没有这个买点之前，就依旧看它还在调整，还没有走强。我们再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目前的特斯拉在上海趋势图表当中，它是一个黄色飘带刚转为我们的紫色飘带的一个动作，而在这个转紫带的前方是一个黄色 K 线，大家注意了，黄色 K 线是大家在做个股交易的时候也要去特别关注的，它是在本级别图表出现的时候，就说明它已经到了一个短线高位，至少是短线高位。正常在黄色的地方，你最好等一波调整之后再去买股票。黄 K 附近它容易出现阴线，黄 K 附近容易出现调整，特别是紫色飘带的时候。我们知道趋势会看涨，在紫飘带上涨，龙门线上涨，但是不代表趋势上涨你就随便买，因为你一不小心买到短线高点上调一波，它有时候甚至会转为中线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做趋势正常做回调会比较好。一旦出现黄色 K 线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这个地方买进容易遇到这种回调的点位，所以我们尽可能在黄 K 等回调再买。所以现在这里也是一样的，黄 K 出现就不要再买了，等回调之后再看。目前是回调到飘带附近，虽然有止跌，但启动力度不够，跟刚才我们所讲的一样。那为什么这里会停顿？从 K 线的角度来看不太好发现，但是从飘带来看，你会知道这里是一个飘带，所以这里止跌很正常。这里就缺一个止跌后的启动现象，最好是运线的上破而后我们再去看上方的压力是龙门线 415.019， 龙门线目前还是向上的，但如果它这一波股价是跌破飘带，又转黄，其实龙门线就会慢慢往下走了。
所以从趋势来讲，这里是一个关键的中期转向点。如果特斯拉在这里不能够走出反转，其实它的中线以上就开始要慢慢转空了。前面这波下跌只是中期的回调，但如果这个位置它不能够转多，那么终会强中期回调变成中长线的回调，那这个时候就不太好。那么之前支撑自然就守不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龙门线得出这个观点：龙门线无法站上，那它自然会慢慢的往下偏移，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强势的压力。当前已经慢慢有压力的反馈，开始有压力了，所以特斯拉这个地方是偏弱势的。那我们再看到下一个股票是英伟达，英伟达它又再次越过了我们之前所讲的一个抛压区，只要是影线存在的地方，就小心影线在消化的时候出现明确的抛压，而之前的2个影线的地方是没有任何抛压的一个反馈，只是日内有那么一点点回落，但直接过去了，所以每一个被突破的这种抛压区间就形成了一个支撑区，而支撑不破的时候，我们就依旧能够看涨，这是一个右侧的角度，支撑不破，压力转支撑，就依旧有下一个目标。那目前一个个的推进目标，我们是不是来到了这一个抛压区？好，抛压期一过，那么没有明显的抛压反馈，那么这里阿哲没画颜色的反向，这个地方下次阿哲要改成一个绿色，它已经有一个压力，抛压转成一个支撑，并且它是没有出现明显抛压的，依旧也是日内出现一个小小的上影线，继续上涨。是吧？它这个回调只是一个日内的回调，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抛压只支撑它在日内发生了一个回调而已，就快速的又涨上来了，所以这里依旧形成新的一个支撑点。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支撑位往上提，大家注意了，这个支撑如果有更新的就要往上去提，所以前面这个地方就不用了，就不看了。我们就关注这个支撑点，如果在站上之后快速往下跌破，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点的形成。如果这里依旧走支撑，那就依旧往下看。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我们下期视频再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划分。如果下期视频之前就已经跌回来，因为正常跌破和突破它的关键节点是2天，像之前这里的一个支撑点，它要么不跌破，跌破一般就看2天如果就只跌反向，那基本上是无效的跌破。好，突破也是一样的，突破的第1天、第2天如果开始有走弱反向，那就不用往后看了，这个地方大概率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高点，就是一个无效突破，容易回落。像之前这种地方突破1天、突破2天，直接就是大阳线，基本没有走弱，那就没什么问题。突破1天、突破2天，还是往上继续上涨、继续加速，那就没什么问题。如果突破1天、2天，快速有反向阴线出现，这种时候就要小心，有危险。那我们再看到英伟达的上海趋势图，我们目前可以看到英伟达的图表，不过这个图表是加了一些左侧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技术13和神级扭转。当市场出现了神级扭转的时候，说明它带了一个左侧的衰跌点。左侧衰跌点产生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扭转的转多线，这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的。转多线产生的时候，只要它被突破了，就说明它要往下一个衰跌点去走。一般这个衰跌点就是13了。好，或者说另外一个9，因为有时候它可能会走了一个扭转之后往下调一调，再走另外一个扭转，再走另外一个扭转时，它肯定也会突破转多线。好，所以一旦一个扭转形成，它会有一个空方的区间，这个空方区间被打破的时候，它要么就走下一个扭转，要么就走9后13。好，所以当前的市场的英伟达，它突破了203的转多线之后，趋势是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回调的。它这个回调有时候是走震荡，这种就没办法。飘带可以去实现的一个买点是回调飘带的一个买点，但如果走震荡，一般来讲就只有追涨的启用买点。但这种买点一般阿哲就不太建议它的一个机会偏小，仓位肯定跟回调之后的买点是不太一样的。这种还算是一个日内顺势的一个交易机会，它不是一个回调的一个2次启动。那当下是突破了一个转多线，而市场它也走到了什么技术13这个地方，我们要拉过来一点，市场是不是来到了技术13？所以九转一过，因为它比较强，所以它很快来到了技术13，所以这个13的点提前出现了。那么到这个地方产生的时候，也不算提前，它跟指数是同步的。好，所以目前这里英伟达和市场的目前的英伟达和目前指数的一个环境差不多是同步的，也一样，这个地方不作为做多的再次加仓点，而一旦右侧产生衰竭点，比如说冲高回落、长上影线等等的一些信号，这里要作为一个减仓信号。因为你不能用它的低点做防守了，这个阳线太长了一点，是吧？在英伟达当中，这个波动的阳线算大的。如果今天是一根小 K 线，可以继续用低点做防守；如果是运线，就可以用子线做防守。左侧一般就用冲高回落的阴线来做减仓即可。所以当下是9后13第2个衰竭点。而如果你想要用9后
的13做右侧的减仓的话，就依旧用刚才我们第一部分所讲到的上影线的支撑区作为一个看法。这是以上我们对英伟达的分析。接下来看到比特币，比特币就保持一个震荡回调，力度不算很强，因为它还没有跌破之前所讲的这个运线的母线下沿，也还没有跌破这个区间的通道，所以当前的回调属于正常，相对温和，不算特别强。不过慢慢的有点在日内转强的一个动作了。当前是背离之后的一个回调，以太坊这个高点依旧还没有过，所以它还是一个不创新高的结构。而像比特币是创了新高，所以这是一个顶背离，顶背离后的回调的一个力度是要比较关注的。理论上来讲，顶背离的级别比较小，它不应该发生太长的一个回调。在一个上涨当中有顶背离很正常，但顶背离如果是小级别的，一般来讲引发的是小级别的回调，所以这个回调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了。如果还在出现明显阴线下跌就有问题，就有可能这个顶背离它所形成的一个回调点刚好可能跟中期的回调遇到一起了，那么就要特别小心。不过我们今天也说了，这个地方在做多性价比不高，因为调到周线上来看，这附近其实是一个周线的运线的高位，所以之前在运线的低位走到运线高位，运线本身就是一个震荡结构，周线的运线到了上沿之后一般就会有压力，这个时候要再过必须要突破，而它很明显目前这个走势不太像短期要快速突破的一个动作，所以当前这里有一个支撑位，看一下会不会跌破，跌破将会构成周线运线的压力位附近产生的下跌的一个动作，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还继续走周线的震荡，所以这个地方要小心，做多它的盈亏比不太合理，离压力太近了，还不如突破之后等一个运线的突破回踩再去往上看，或者说等两个币种不再背离，以太坊新高，那后续再找回调买入机会。这是目前这对于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一个背离后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三部分的第一支标的是 core 位，我们来看到 core 位的一个图表，core 位它其实是对于龙门线突破的一个回踩，或者说飘带的一个回踩，所以这个动作这个区间还可以算是一个做多同学的一个回调的买入点，但是这个买点我们不能够直接买，因为它是一个九转衰竭之后的调整。那么这个调整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止跌，飘带它虽然有支撑，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有支撑就随便买，最好有一个明确的止跌点。当前左边是一个跌了6个多点的阴线，而后走出一根小止跌的阳线，但低点还在往下新低，高点也还在新低，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日内波段下跌。我们也可以看到15分钟它已经是跟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指数的右侧空方它是走出来了，是吧？它是龙门线向上而后它是跌破了，它跌破龙门线，龙门线开始向下了。如果 core 位出现一波15分钟往上反戳龙门线不过，而后往下再转黄色飘带，其实它延续要看空，延续15分钟下跌波段了。所以当前这个地方要看一下龙门线是否涨压力，它已经在15分钟是吧？15分钟转为紫色飘带回踩。从昨天的一个动作来讲，回踩如果往上冲，今天冲不过龙门线，往下再转为黄色飘带，基本上就是2次转空，2次探低点的一个可能性，就有机会去碰到下边沿。所以目前它的止跌不够，因为它15分钟的龙门线并没有去站上，还有可能转为压力。龙门线的位置大概有机会应该是一半的位置，就大阴半，所以这里要收出强势的阳线过大阴半，才可以作为15分钟和日线共振的一个回调买点，否则这个地方还是有可能是冲高回落再往下探，这要小心了。我们看到飘带它的一个支撑是 110.67， 飘带上沿的支撑是 110.067， 而后龙门线是在 97.975。 我们看到下一个股票是谷歌，谷歌目前是过了这一个转空线，就在九转之后的转空线之下，它只是做了一个震荡回调，而后冲过去了 342.07。我们来看到价格目前的13走到哪里了，它组合13目前是走到8号 K 线，新的九转是走到2号，所以价格走势如果它过了9之后往上走，它有可能会走新的9，也有可能是走到13。那么新的9要怎么走？4天前收盘价高，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这里发现它每天的收盘价还是比4天前的高，它有机会是走再次的一个9，直到被打断。所以下一次你要去看谷歌的回调，要么目前这个9的上行被打断，出现一根收盘价比4天前低的 K 线，那么9就不存在了，或者说是走到13的时候再出现一个打断，那个时候它的一个高点的预期就到了。那比如说像前面的上涨也是的，在出现9之后，它正常上方的转空线如果被突破，那它容易延续到什么下一个9。如果下一个9被打断之后，我们可以
关注下一个13，所以当下它是走一个13到9的一个过程，9目前没被打断，13到8的位置，所以它目前离13还早，所以看一下会不会被打断。打断跟4天前的收盘价比，如果收盘价在这里是吧，收破，那么这里的9就被打断。而如果重新跌回之前的转空线，曾经的压力被突破之后快速又跌回来，就说明突破无效，那么也算是另外一个高点延后，但是风险依旧有的一个信号。当前的股根依旧是龙门线向上，所以日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哪怕调也就按回调来看，它的支撑点是在紫色飘带 329.42。左高的压力目前也是少过了，不过收盘价没有过，所以看一下左边高点是否能够强势的突破。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微软，微软近期虽然有所上涨，但其实整体力度也就还行，不过它也走出了一个反向的一笔比较好的动作，至少它的高点开始有所抬高，开始能够把之前的下跌给修复了一段。这种情况下它目前走的是一个震荡，而后我们上期讲过微软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震荡行情的买点，就是一个缺口的反包 K 线小人的一个突破，所以这个地方是属于价格上涨当中相对偏激进的一个右侧买点，因为把握的就是这种横盘的启动，因为它没有回踩这个飘带，所以这个地方偏高一点点，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买入一笔之后是要有预期它这个地方还会往下探飘带再止跌，所以这个地方的买点可以分为多次的右侧买进。我们曾经所布局的是周线的回踩龙门线而后产生的止跌，目前也确实出现了一个假破位而后反抽回龙门线，所以周线只要在龙门线之上2次回踩逢低买进，这认为是可行的。所以周线的龙门线我们看一下它的支撑点是在 399.973， 所以这附近可以关注399，大概是紫色飘带附近。紫色飘带目前的区间上沿是 407.087， 以及下沿是 385.469， 所以这附近刚好是周线的龙门线附近，这里可以作为这个强支撑。价格如果往下探，这附近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2次买入点。目前如果你按照阿哲之前的策略，第一次的左侧买点其实是白色 K 线的突破，所以第一波的买进其实还是不错的，至少左侧交易最好是它刚开始买进你低点附近，就不给你太多往下扛单的一个机会，所以这种情况下就直接转为右侧，那后续回调只要有机会就作为买进，哪怕右侧的第2次飘带买入之后损了，其实你的左侧依旧还是有比较大的利润，那时候关注一下，如果有2次升调，左侧也可以先走，等2次回踩再去买。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MSTR，MSTR 目前还在9转的一个限制范围之内，因为它左边刚好也是一个影线区间，它没有跟英伟达那么强势，能够一个个的影线全突破，所以这个地方的影线依旧有抛售的一个行为，刚好又遇到9转，所以转多线和影线重叠了 181.49， 目前是没有突破的。这个情况下市场走出一个回调，因为前面走势强劲，9转形成，这个地方依旧是看回调，回调目标是缺口加飘带，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个这种机会的产生，如果有，在这附近找止跌交易机会，而如果它不回踩飘带，直接往上突破 181.49， 就说明它往上要走一个13，或者说一个9转的可能性会变大。那我们看到这个支撑点是 154.559， 可以做一个关注。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Circle， 市场走出了一个飘带向下，当时我们也是认为9转之后有机会，但这个机会有是有，但不多。它走了目前的一个状态，看一下是否是2次回调、2次回踩。如果能是2次回踩，那还是依旧可以看到之前所讲的一个目标位，就是左高，因为这个地方在周线上是一个转势的动作，市场走出了一波上涨，突破黄色飘带，而后回踩紫色飘带，所以周线来说，这个地方是有机会是周线的转势行情，但趋势的反转总是困难的，而在周线上更是耗时间，所以这是第1次的左侧的反转，这是第2次的回调，所以在附近找的是右侧机会，目前依旧属于周线上的右侧有买点，所以周线有买点，日线找买入机会就行。好，所以这附近就看一下，最好之前的 77.80 这一波下跌9转的转空线不要破，因为如果破了，说明它有可能要往下走一个13，甚至是走一个9，那就不好了。所以2次回踩在这附近最好就能够止跌找买点，现在是不行的，因为现在它已经跌破龙门线了，要么是走右侧就往上突破之前所讲过的这个运线，也不能算运线，大阴线往上收阳线，突破大阴线，这里往上看走高，要么就是2次回踩深一点，在之前的运线之前底部这个运线可以做一个支撑，在这附近寻找一个启动点，这种就偏左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下一只股票是礼来，
以来的话呢，它是在左下上出现了一个信号，叫做酒后的13啊，它是一个技术13，所以这个地方属于左侧下跌到目前为止的一个衰竭点。但它衰竭归衰竭啊，它没有出现一个特别明显的反转的阳线，所以这里呢只能说左侧有衰竭的可能性，但不代表它是一个绝对的一个买点，最好是看右侧。我们来看到右侧的上海趋势模板，它的右侧是不是出现了连续的黄色飘带？所以最好在酒后13之后，特别是这种偏弱的行情，指数涨得比较好，然后它又是持续的下跌，而且是破了龙门线。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做左侧的衰竭，一般来讲风险性会高一点，所以要么是等有一个类似白 K 啊或蓝 K 的 K 线突破再去看涨，要么就是更右侧突破回龙门线站稳再看涨。所以当前的礼来呢，虽然有左侧13的衰竭点，但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直接买进的点，所以这附近要么等白 K 突破，要么等重新站回飘带之上会更好。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AMD 它在周4的时候出现13，而后出现了跳空上涨，所以13之后价格走势你要做好一个什么？如果你是真的要做空，当然我们之前说过，这种早就新高而且强势上涨的做空，单独做一只股票的空头，相对来讲风险会比较大。当然，如果你真的要考虑这种有效性，因为它过了九转之后，它往上走到13，那是不是进入到一个空方区间衰竭点，又走一个加速？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衰竭的缺口。那市场就是往上靠近误差区域，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什么加空的地方，空方可以进场的地方。而如果作为做多的同学，你考虑的是减仓还是那个逻辑？市场加速的时候，你看一下它会不会把之前的低点跌破。当收盘价把之前低点跌破的时候，就说明它是一个什么动作？是一个有资金比较强势日内流出的一个动作。昨天是没跌破，所以昨天这个地方还好，它是扫过了，扫过可以作为左侧减仓。就正常一个强势行情，昨天低点它是不会去扫掉的。当市场扫过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左侧的减仓。而右侧可以等它收盘跌破，盘中扫破你就可以做一次减仓了。如果今天再扫破再减仓就行了。右侧收盘价跌破，没跌破就先看着，没跌破就依旧持有。当然，如果它是连续2-3天都把昨天的低点给扫过，一般来讲，哪怕右侧也最好减点仓位。所以目前超微半导体是来到了九转之后的一个左侧第2次衰跌点，跟指数一样。现在这个股我们再看到英特尔应该是阿哲今年首次在盘前广播当中讲到。它整体的一个趋势，从周线上来看，它已经是走了一个周线的上涨，也就是说，在周线上它是出现了连续的回调之后，走的是一个周线的加速，而后周线是明显有一个3波，第3波是一个加速行情，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地方你说还买不买？那肯定不买了。这个地方它已经是周线出现了黄色 K 线，周线有左侧的衰竭信号，有一些左侧的衰竭信号，不是九转，左侧它不只是九转，从日线来看，它是突破了九转，走出下一个动作，就是九转的转多线已经是突破了，突破之后就看它下一个九转或13的地方，目前是11，也就是说英特尔相对晚一点出现13，目前是在11的地方，11、12、13，那么看一下本周大概率也应该会有13的一个机会，但目前它很明显是周线和月线上都已经是到了一个风险点，月线直接就是九转了。月线的九转，月线九转比较少见，但是每次月线九转的时候，还是在英特尔上出现调整的概率比较大。之前这里是出现月线的13，这里是月线的九转，是吧？像这里月线九转，像这里是月线的九转，所以在月线九转这个相对的风险肯定是更大一点。所以英特尔目前本月就是九转了，所以当前这里周线、月线都是高位的风险，日线是左侧衰跌点，那肯定英特尔在这个地方肯定不是一个买点，不是一个买入区间，最多或最少你做短线也得等它回调一波再说。好，那么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PP 目前的一个趋势不太好，它是一个龙门线之下，跟特斯拉有点像，所以这种机会最多就看一下右侧的买点，而且是短线的。价格走势出现了一波上涨，之前下跌到了13之后，一波短线的上涨，2次回调，当前是走了一个低部的震荡，它算是一个2次回调之后有机会这么走，看左高，所以它当前是一波上涨，黄 K 回调有反包阳线，所以这个地方作为右侧看涨点，我们的风险可以承受这一根长下影线，也就是说买进之后，如果跌破下影线止损，往上看可以看一下之前的九转的压力线，这个压力线是在517.23，所以短线可以做这么一笔还算不错的盈亏比的一个交易，有2到2.5的一个收益和1份的风险，所以这种盈亏比还是不错的，短线来说。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半导体3倍做多，它其实结构和 AMD 是一样的，它是不是也是调到了我们所说的这个龙门线附近？是不是跟谷歌
和我们所说的 MD 是同样的结构，价格龙门线向上，经过中期回调来到龙门线附近，所以这种形态都可以去看，在每次美股出现调整时都可以去找，把这些股票收藏起来。阿哲之前没有看那么多，当时所以只提醒了谷歌和 MD， 像半导体上面做多，阿哲是知道有同学是比较关注的，当时我们也讲了比较多，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在当时这里也看到了，在龙门线附近出现了蓝色 K 线，而后产生了启动，到目前为止一次回踩都没有，就非常强势，所以他的一个看法跟 MD 是一样的，他之前走到了9之后市场突破了9的一个转多线，而后延续到13，那很明显13之后也没有衰竭，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用右侧的说法了。这种情况下左侧太强，看不到一个衰竭的情况，右侧你就可以关注一下。之前我们说过低点只要没被扫过，其实它都不构成左侧的减仓，没有跌破，甚至我们都没有考虑右侧这种卖出的这种可能性。如果你真的买入股票之后它出现持续短线加速，左侧的这种考虑方法就是昨天的低点不能被打掉，如果被打掉就说明它是一种转弱的可能性，左侧就应该走。对于右侧来讲，你可以等它跌破就完全的确认，所以从这一波上涨来讲，哪怕是左侧也就这个地方有一次减仓机会，这个地方有一次减仓机会，从右侧来讲是一次都没有，因为收盘价目前没有一次比昨天收盘价低的，所以特别强势这种股票，像这种股票你也肯定不是拿来做空的，只要是比指数提前新高的，比指数提前达到9转后转多的，基本上都不能作为一个首选的做空的方向，因为这种都是比指数要强的。但同样我们看到周线上出现了左侧衰跌点，月线上还好，但是月线上是一根长阳线，月线上是突破了之前9转的一个转多线，所以从月线来讲它是走强，而后如果日线有机会回调，应该还是能够找买点。当下这是一个特别强势的一个品种，半导体上面做多，但必然不是一个买点机会，因为它已经走到衰跌点后了。下面我们再看到 Meta 的一个左侧是龙门线向下的，所以它是相对的中长线向下是压力，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它的压力会不会有效，如果压力有效，说明这个地方它其实还是一个什么高点，所以这种地方一旦龙门线依旧是有效，它就说明它还是一个高点区间，中期高点。而如果这个地方的压力能够被突破，那么这里将会产生是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要关注目前它9转之后是否在这里会产生衰竭，如果衰竭那么将是风险，所以当前我们可以把697.99作为一个压力线，价格走势它如果这一波回调真的启动，它应该把它突破，快速突破龙门线作为支撑，那么这个动作产生的时候就说明龙门线的一个突破是有效的，当前这里可以作为左侧的一个进场，所以这里可以作为右侧2次回踩之后反包的买点，但这个买点要以上方作为一个压力位，如果这里不能过，小心了，跌破龙门线，说明这个地方是一个中期高点的可能性，所以 Meta 这里趋势来看不太好，所以短线看多，但是上方压力不能过，这里就还是中期的高点，短线是多头的一个趋势，但中线是一个压力线附近，所以大家平时在做个股时要关注一下中线的一个压力，短线的压力支撑在哪里。如果大家手中还没有安装上海趋势图，都可以在点击订阅之后，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去找到助教，去安装上海趋势图，看一下目前你的股票是否在某些压力和支撑附近，趋势又怎么看，都可以这么去分析。下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RKLB， 这个股其实也是一样，龙门线是向上的，所以趋势没有问题。你会发现很多大的机会都是龙门线向上过程当中的回踩龙门线，如果伴随有白 K 9转9后13，或者说蓝色 K 线，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些中期的埋伏点、布局点。但这种是偏波段的，而且波段的级别比较大，所以阿哲不是每次都要去跟这种，它一般会比较磨蹭，有时候会比较晚。好，所以当下是走了一波左侧的向上，所以走出了一个右侧的趋势。右侧趋势之后，就按照之前的这种回调去看，回调之后找反包的买入机会，最好是有反包。目前没有反包，低点还是新低，就不能作为一个右侧的买点，就至少回调之后飘在附近找反包阳线是最好的，就会相对稳妥一点。像如果有创投破脚就更好了，当前没有，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作为买点相对偏激进，你要设好一次止损。这个地方做买点不是不行，只是没有之前这种那么漂亮。右侧来讲，它不算一个强势的启动 K 线、止跌阳线，只能算是偏左侧的一个机会。下只个股我们再看到台积电，台积电是过了一个9转的转空线，跳空过的，所以这里就说明它要走下一个9转，以及小心下一个衰跌点。目前有一个衰跌信号，这个信号是叫做 TD 的差值，也是迪马克先生的另外一种短线技术，不过它是短线的，比9转的9要更短。我们之前说过有一些关键的数字3、6、9、13，像9和13我们讲的比较多，最近
3和6比较少，但是3其实就是这个 TD 差值，所以目前从短线来讲，这个地方是一个衰竭点，而它的衰竭信号的确认就是今天不创新高。如果今天不创新高，不管是收阳还是收阴，它这里都算是一个短线衰竭点，就容易产生回调。等一下我们讲 Coin 的时候，我们再提醒一下 ，Coin 其实之前也有讲过这个点，这个是短线上可以关注的一个信号，跟9和13不一样，它出现的频率会比较大一点。像之前这里也是这个小脸，就只要它出现第二天不创新高，说明它容易短线有衰竭啊，因为它是短线信号，所以出现的频率会比9转会更大一点。包括这个地方，如果它第二天是新高了，就有比昨天更高的高点，一般来讲就说明风险会小一点。如果出现的位置还是9转附近，出现笑脸这个哭脸，第二天还有逃跑信号，第二天是不创新高的，这种就要小心一些。所以今天如果不创新高，不比昨天高点高，没有过414.5收盘，就说明是一个风险点。好，我们看到下方的一个流龙线是375.398作为支撑，这是短线风险点。我们看到 Coin 就类似 Coin， 当时我们都是提醒的，是吧？短线走到这里一个笑脸，不创新低就作为买点，走出上涨之后，如果出现这个哭脸不创新高，这其实就是 TD 差值，它是数字3在迪马克先生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应用。价格走势这里不创新高，就容易出现短线的风险，所以一个是机会，一个是风险。目前调整的是横盘，不是很强，飘在附近看一下有没有止跌 K 线，目前没有，所以就等待价格的支撑。目前上沿是192.643。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美光科技，美光已经突破一个转空线了，市场之前2次是没有突破转空线的，所以它的调整相对是保持一个空方衰竭后的一个空方的机会。目前突破衰竭点了，往后看就是13和9以及另外的衰竭信号。从左侧来讲，它目前是没有的，它中途也是走了一个大阳线之后的运线震荡，再突破启动，所以它没有回踩飘带，后续再次踩还是可以算是一次回踩。目前的美光算是把之前的这种空方的格局给打破了，重新回归到多头。看到周线上，它是走了一个黄色 K 线，在本周月线上当下还是9转的衰竭区间，对，还是在9转的衰竭区间之内，它是在2-3周前出现了9转，所以目前它其实还是在一个9转的大周期的9转的衰竭点，小周期是转多了，所以小周期我们可以看它下次回踩的一个机会，但还是短线的机会，因为它从整个格局来讲，它的趋势已经走了特别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说中期趋势3周到数月，它都走了快1年了，225个交易日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上涨1年，它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个大级别的一个回调，最近这个地方也只是一个中短期的震荡，所以随时小心这附近的一个交易机会会产生的大级别的一个高点，最多每次回调时做短级别的一个机会，所以像这种回调飘带做小机会，市场一旦回调飘带做的是小机会。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也是震荡周上行，目前是还没有突破264.47，最高是264.5，所以收盘价没有过这个转多线，所以当前依旧属于空方的区间内。而价格走势的技术13是来到了9，另外一个上证9是到了5，所以这个地方还没有完全过。左侧它的左高是突破了，但它只是突破了第一天，第二天开始收阴线，不算特别的强势，小心再次快速跌落左高。从周线目前也是黄 K， 月线属于2次回踩的启动点，所以月线上还好。当然日线级别到这个地方是一个衰竭点附近，下方的支撑在246.186。下一只个股是 AAOI。AAOI 这个个股之前其实曾经阿哲还在内部课程当中有讲过，甚至有选过，当时是因为它是紫色飘带加蓝 K 有选过这个股票，最近再次的出现了一个上涨，而后出现这种黄色 K 线回调了，回调之后走出反包阳线，正常这个地方是做多的。不过阿哲之前在周一的直播当中也讲过，像这个股票它已经多次走出飘带，而后伴随有2-3次的这种加速行情，加速1次加速2次，这种情况下再往上走就容易是五浪，容易是末尾阶段，所以这个地方哪怕做你也不要放太多仓位，它的一个含义，它的一个利润理论上来讲应该不多，所以这个时候不太好。从月线、从周线来看，都是普遍的处于中长线的高位。日线它目前也是出现了9转附近，那么它的衰竭点上沿转空线、转多线是178.44，所以这个地方做多做顺势可以做，但只能说看短线利润也不要像之前那么看那么远，随时做好止损。它不是一个很好的波段的介入点，因为它已经走了太多次加速了。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LITE。
LIT 跟刚才的 AOI 是一样的，就是多次加速的股票。这个阶段不能算是一个特别好的做波段甚至是中线以上的一个布局，它没有一次回调到龙门线上，所以它目前为止没有一次在中长线上之后的中期的回调，所以这个时候你在这附近买就容易遇到一次中期的回调。所以在这种股票长时间上涨之后我们尽可能是等一波中期的回调，而不是在这里附近再去做中长期的看涨。那种情况下很大概率会买到一个中期回调附近，包括它在周线上也是九转产生，九转的一个衰跌点是九转的一个上方的转空线，转多线是930.02。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SOFI， 那这个个股它是回调之后走了一个运线，运线子线突破，但是母线没破，缺口回补，整体来讲不算强势，龙门线向下，而后飘带是由黄色转为紫色，而是回踩。这个地方能作为买点吗？可以作为一次试探吧，最好是等它收盘过了母线高点之后再买。当然昨天这里直线的突破十日线向上也可以算是看涨点，但是它只能说是搏一下后续的补涨，整体的趋势来讲不算特别强势。看一下周线，周线来讲只是一个价格回踩左高，所以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支撑，支撑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强势的止跌行情，所以结构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就结构做都是没问题，它在龙门线附近，所以整体结构没问题。趋势来讲可以做中期的看多，只是它的资金不算强势，因为它启动比较晚，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能等一个仿包缺口、仿包母线再看涨是 OK 的。那么以上就是10月2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